哎呀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们今天要来大埔区。打一波黑。俗话说，要了解一个城市的心脏，就一定要去它的市场。我们今天就要来到大埔区的心脏。这个大埔区街市呢，它好像是结合熟食中心做成一个道地的市场。我对于香港的熟食中心都算是稍微有信心。它这个街市不得了，里面有超多好吃的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直接 go go go！ 来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大埔区。因为呢，我们这一次是住在尖沙咀这个位置，我们就是直接走到尖东站，搭屯马线到红磡这个地方。红磡这个地方，它就可以转接去大埔区最主要的东铁线。东铁线就是我们上次去沙田马场会经过的后面2站，就是简单告诉你们怎么去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出发。我们要靠着 Google Map 导航去大埔区街市。许先生现在正在研究怎么走。走错了。你真的很不靠谱哎！游客就是要遵照旅游景点指示牌。我们来看街市在哪里。在刚刚走错路之后啊，我们发现 Google Map 上面好像是指向你从捷运出来，你从地铁出来之后啊，一直往这个有屋顶的通廊一直走，不断的走，走到6到7分钟，好像就会到达街市。走到底到运头街右转，就到了吗？对，运头街右转。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埔区的街市呢，它总共是有楼高3层楼的。哦，这个街市5连体，真是太奢华，太奢华了。熟食中心第一家我们就来了，花式牛舌鱼蛋专家，有够长，名称有够长。它在很有名的林记点心的旁边。这家呢，我们点了一个它的招牌驰名牛三宝面，没错。它牛三宝面里面好像就是牛筋、牛腩跟牛肚3样。但它这里其实很棒哎，就是如果你想要双拼，好像加10块就可以再加其他的料。刚一上桌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切喜，对，它每一碗面上面都会放1个鱼皮。那如果你自己喜欢吃的话，你也可以自己再加点鱼皮啊。上桌是脆脆的，如果你们怕它泡完的话，就赶快先吃。香港的面好像都会这样放这个，这是新香料，给你搭着吃。对，不好意思啊，徐先生，我先吃了哈。好，我好饿哦。那你为什么不把它的那个新香料加进去？我想先吃原味啊，原味感觉很赞。它的这个面比上次香仔记的还好吃，还好吃哦，可以 Q 弹，可是不会硬。上次香仔记的有点接水味很重，然后又有点硬。这一次其实我是故意给你吃这个，故意点牛三宝，因为我们来这一次啊，都还没有吃过牛腩。真的，这是我的复仇之旅哎。回忆牛腩。上次来因为就是肠胃不舒服，都不能吃牛腩，我要把我失去的通通讨回来。大的它的牛奶也太好吃了吧！上面这一块很有油花感，超肥嫩，超好吃。下面这个瘦肉的地方啊，也完全不瘦，它是肥的，很有口感的肥肉。好爱它的牛筋哦，它的牛筋是吃到里面会粘嘴的，那个胶质都已经炖出来了。开始有点后悔没叫7宝了，对不对？不会啊，也还好，因为还可以吃别间。我刚刚看还有非常多的店家，我是很有兴趣的。这一间宝藏店，我已经号称它为街市的宝藏店。请你把那个鲜香料加下去。来街市你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，因为这里人真的非常多，要有并桌的一个心理准备。我觉得在香港吃饭都这样吧，因为他们地不大，然后人又很多，所以来这边用餐的话，基本上都要有并桌的心理准备。在这边点完餐之后，姐姐也会问你说要不要饮料，她会问你说要奶茶还是咖啡。许先生就一早就点了一个咖啡喝，它咖啡很甜呢，咖啡酸酸又甜甜的，我觉得它汤头蛮赞的，它的汤头很像把一些牛杂全部熬进去的那种，像那个台湾的牛杂汤。我有点意外你加辣油这件事。看起来我刚看每个人都有加。是哦。反正我出来吃东西，我就是会观察那个当地人到底是怎么吃的，那我们就学他们就好，入境随俗。
我其实蛮意外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汤底其实已经很厚重的味道了，你会再加辣油，我是蛮意外的。还行啊，也不会到很厚重，因为我看几乎每一个人呢都会加辣，它的汤里面都是浮一个红红的辣油，而且我觉得加下去确实那个味道还不错，变得很丰富吗？口味变得很丰富。但是加一点，因为我加一点点而已，就多一个那个风味。这一碗牛三宝啊，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就是牛腩，它的肥牛腩真的超级好吃的，你们来一定要吃，拜托。我喜欢牛肚，都很软嫩啊，做的都不错。来揭示这一碗真的一定要吃。吃完牛杂面之后，我们就直接到旁边的林记点心去排队，因为林记点心生意真的是有够无力好的，我大概排了15分钟左右才拿到我手上这个。而且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店家速度已经算快了，但是他还要再排个15分钟左右，因为他生意真的很好。他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拍谁，因为我们不是坐在他的位置，我们是坐在牛舌这边，然后店家就有说，如果不是坐在他们林记点心的位置，他就直接用外带盒给你。就是这种塑胶的外带盒。如果你们想要有那个蒸笼，那种木质的蒸笼的话，你就一定要坐他们的位置。我不想要。他们家的点心真是有够便宜的，你猜我这样4样多少钱？多少钱？58块。它平均一道菜大概港币14块、15块左右，好便宜哦。我们之前去英伦吃一盘都大概23，它差不多是半价。但英伦毕竟是餐厅嘛，啊，我蓝纯蛋掉。哎，你很那个漏了鹌鹑蛋了。我今天呢简单点了4样，因为我想说这里边好像有很多好吃的，我就简单点了4样。许先生一定要吃的凤爪，跟他一定要吃的排骨。这个是豆豉排骨，还有一个我的香港朋友介绍我一定要吃的鹌鹑蛋烧麦。鹌鹑蛋烧麦好吃，是不是招牌？还有一个每个人都必点的，很难给你们看到，它是4宝，它就是有点是用豆皮卷了一个4样的菜这样。可是我看它怎么是蟹肉棒？哦，你看它里面，哇，好大份！昨天香港朋友跟我们讲说，里面就是会有蟹肉棒、火腿，然后一块芋头，跟这个是有点像是瘦肉，猪肉瘦肉卷在一起。那为什么要叫鸭渣？它以前可能是真的有做成鸭腿，因为它做的形状有点像，对不对？不要瞎掰好吗？它其实还有另外一道叫香芋鸭渣，它里面就是用鸭掌，然后包着芋头块。那个我觉得许先生一定不吃。可是你这个不是本来就也有芋头吗？有啊，但是我可以把芋头抽掉，其他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啊。不要，你给我吃。火腿包火腿，我倒是真的觉得蛮特别的。哎，我真的不得不说，港式料理的这个凤爪都超好吃的。到目前为止来香港吃凤爪，没有遇到雷的过。它肌肉超大。那个纹理应该是鸡肉。鸡肉吧？对啊。出来了，超大一块的，蛮好吃的，这4宝蛮好吃的。我要吃我的凤爪。有人说啊，他们的4宝其实是结合猪肉、鸡肉跟海鲜，海鲜就用蟹肉棒去代替。很妙，再加芋头，好奇妙的一个料理。要来之前，其实我很担心，因为我觉得它的价位相对其他港式饮茶是比较便宜的，很担心它其实不好吃。不会，其实不会，真的蛮好吃的。虽然说用餐环境比较克难一点，可是像烧麦这些，说不定都比我们台湾很多店好吃的。真的没有，是一定比台湾的店好吃。光是凤爪跟那个鹌鹑蛋烧麦，我就敢保证。你的凤爪是入口即化的吗？算。因为英伦的是吃下去这样，英伦的我觉得它的那个酱感会比较多一点，但它就是很单纯，它比较不会有那种外面湿湿的那个感觉，但是吃起来还是一样那个很快就脱骨。来香港旅游，你们一定要随身带着湿纸跟卫生纸，因为他们的桌面很多都是没有提供卫生纸的。来大埔呢，绝对不能忘记吃猪拔面。在大埔的街市里面呢，楼上有2间非常知名的这个号称大埔名物的炸猪扒面，其中一间叫做冬季，然后一间叫做世纪。听说这2间是兄弟。没错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吃的就是世纪，好像最主要最知名的就是冬季啦。但是我们刚刚在冬季呢，
站了10分钟都没有人理我们，因为他真的太忙了，所以我们就悠悠的转到四季来吃。我不得不说，我在四季上海面这边感受到香港人的温暖。倍感温馨哎，因为我们刚刚站在那边，就是不知道无所适从，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他就过来用就是普通话跟我们说，哎，你们台湾来的哦，然后你们要怎么介绍啊？就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家要怎么吃啊，要怎么点餐啊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好感人。刚刚在冬季的时候呢，因为店家可能太忙了，他就可能没办法理我们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刚刚就站在那边发呆了10分钟，所以我们最后选择来吃四季。尤其四季的姐姐超级可爱的，她一开头就跟我们说，这个绝对比你们台湾的好吃。我一听就被打动了。他有教我们怎么点法，因为一般呢，如果你来，你就是点一个口味的面。我们今天点的是炸酱，它还有什么雪菜啊，跟榨菜肉丝、竹笋肉丝，都有很多种口味给你选。但是招牌是炸酱，我们就点了炸酱。主餐类呢，你可以选鸡翼或猪扒，但是姐姐有偷偷教我们一个小诀窍，你只要加10块，它就可以双拼。所以我们这一碗里面就是有猪扒，又有许先生喜欢的炸鸡。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很饱，应该叫它面少，它面其实很大碗，很大。我发现这个街市里面的所有店家分量其实都蛮大的，很实在，非常的实在。面体的部分也可以选很多种，像它里面好像有河粉、米线、粗粉跟细粉。细面，我们今天点的就是它最知名的上海粗面。哎，上海粗面又长得很像我们的乌龙面呢。拿木粗，炸酱很漂亮。那炸酱一上来，有点像我们的肉燥、炒肉燥那种感觉，满满的肉燥。炸酱跟台湾的炸酱味道真的不太一样。但是它上面这个是辣椒吗？我一开始觉得好像很辣哎。辣椒圈。我先吃一口炸酱的粗面，上海粗面。我觉得它的炸酱肉燥还味道蛮香的，就有一个微微的辣椒味道，就有点像是我们的那个辣笋，我们的肉燥一样，可是它的味道又比肉燥还香。你吃一口粗面看看，它这个炸酱很特别。我刚刚一直吃到芹菜的味道，我想说奇怪，炸酱怎么会有芹菜的味道？很浓的芹菜香，加上它的上海粗面，它的面体真的很像比较偏没有嚼劲的战旗乌龙面那种感觉，比较偏没有嚼劲。相对的也比较没有味道，它要是没有上面那个炸酱啊，它整个面体吃起来是比较没有味道，因为它的汤头不是很浓郁的那一种，反而都是靠它炸酱的味道在做主要的调味。这个青菜大概是我们近期吃港式料理里面唯一有附青菜的店家。但是呢，他们家呢主角除了面之外，肯定是这个炸鸡翼跟炸猪排。他们的炸粉不是那种美式很厚很粗的，反而是这种薄薄的裹一层粉上去而已。如果自己的口味来讲的话，我觉得炸鸡翼胜过炸猪。它的炸法两个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它的粉都是肉上面薄薄一层，然后它去炸的时候，你会吃它的猪排或是鸡翅，都可以吃到里面的肉汁。它的肉汁是被包覆在里面的，这一点算是一个优点。可是我自己在吃起来的话，我会觉得第一个是它看起来颜色淡淡的，但是有一点咸，然后有一点油，我自己觉得有一点油，因为它的猪扒里面它的那个肥肉是都还包含在里面的。我个人喜欢吃瘦一点的排骨，但整体来讲，整个炸物的调味我觉得是还蛮不错。这个真的是一个人不可貌相的食物哎，看它的粉觉得好像没什么味道，咸咸淡淡，但它其实本身味道很重，很重。它吃下去其实那个咸度大概我们台湾炸鸡的8、9分咸哦，非常咸。它的粗面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味道，汤跟面的味道比较淡，然后肉的味道很重。你如果没有搭这么咸的主食，它可能会相对是一个比较平淡的食物。因为它的猪扒的前后都会有那个油的部分。哦，像台湾的话，它都会只留下里面瘦肉的地方，所以会比较干爽一点。但是他们的就是把那个油脂留下来，好处就是吃起来你那个肉汁会很丰沛。但是我真的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，它酥脆的地方都是在头尾这个地方很酥，中间的粉的地方反而是比较软软，那粉就薄薄了。对，没有什么粉感，你要吃到脆的口感就是边边这里，咬下去也是因为它这样子油油润润的，它才不会变成干的猪排。我之前有听过网络小技巧，他们说如果你不是很想要吃面的话，你就点主餐就好。可是这个只点主餐不行，我觉得主餐有点过咸。没有，我觉得点主餐要点隔壁的饮料。我刚刚有点后悔没有点旁边的饮料，
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来这个街市啊，你只要是去那种比较知名的主餐店，比如说冬季上海面啊，或我们来的四季，或者是刚刚的林记点心，这些店呢，第一个招呼你的绝对不是主餐的店家，绝对是饮料店的店家，他们会流窜在各个主餐店里面，直接问你说啊，你要喝饮料吗？你要喝什么？你以为是主餐店的店家提供的饮料，不是，它是旁边的饮料店。反正就是他们跟饮料店本身有一点像是那个共生关系。饮料店的员工就会帮忙招呼客人，让他们坐下。但坐下你就要帮他推销一下他自己家的饮料，这样子。互助店的概念嘛。总之，这一间四季上海面，以亲切度来说，我给100%的超级亲切，推荐，对台湾人非常友善。大家如果有来香港大埔区街市玩的话，可以来这边找他们。56块套餐直接给他吃起来，也非常的赞。怎样？公厕稽查员再度上线，大埔区街市的厕所非常干净。经过你的认证是不是？经过我的认证，超乎想象的干净，因为它人很多，本来以为会很脏，结果发现非常的干净，而且里面连异味都没有。推。在离开街之后啊，我们来了这一区最有名的亚博豆腐花。先喝杯豆浆压压惊。人家有名的是豆花，你点豆浆。啊，我也有豆花。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我们手中这个豆花。你如果是内用啊，它内用其实就是立食啊，在外面端着碗吃。哎，蛮赞的。但是它最特别的是上面这个黄糖，你可以随便加到你开心为止，是甜的。不够甜就加。它的豆浆也蛮好喝。这样一杯是多少钱？你喝喝看。哇，你刚刚这个角度，死亡之角度哎。没有，是转过去才是死亡之角度。你要先拉下来。刚刚是正常的，刚刚是正常的。你来假赛哎，我光看。你待会去看，光看就不可能。它的豆浆很像我们在亚罗街吃的，我觉得跟台湾喝起来都不一样，不太一样。但是我觉得蛮好喝的，就是清清爽爽，有一个淡淡的豆味，冰冰的这样。微糖，台湾的微糖，因为我已经喝习惯无糖豆浆啦，所以我会觉得稍甜一点点。来吃豆花，它跟我们的黑糖水好不一样哦，很漂亮的黄色粉末这样。哎，我是不是要把它弄散才会变成？对啊，拉拉哎。它的口味好微妙哦。它很像无数颗小粉末，不是融化糖，它是各个小粉末，在你吃豆花咕溜的口感的时候，就有那个小粉末一直在你舌头上面这样。它的黄糖感觉颗粒比较细，它这样一杯豆浆是7块钱，然后这个豆腐花呢，你用碗内用的话是11块，外带用塑胶碗装走的话是12块，加1块。所以建议大家来这边就直接在门口吃一吃，你还可以省1块，还可以减少垃圾。黄糖不会很甜，跟我想象的黑糖水完全不一样，它的甜度很低，你真的可以再多加一些，没有问题。再去加一点，再加一点。加一匙是真的不够的，而且加这个黄糖我蛮喜欢的，不会像黑糖这么浓郁。对，清清淡淡的甜味。黄甘栗，这间黄甘栗它其实是一个仙草干果的专门店，里面呢会卖一些话梅啊、荔枝啊这种类似干货。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感觉到开始在低了？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这个，我手上这个开心果的雪糕。我今天点了2个口味，上面这个是开心果的，是他们的招牌；下面这个是也是他们非常特别的口味，是橙话梅口味的。话梅我选。我喜欢他们家的冰淇淋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它里面都看得到果粒本人。像上面的开心果，它就是把开心果捣碎之后加到双麒麟里面去，弄成一球冰淇淋，满满的坚果。对，然后下面的话梅也是，我直接看到话梅本人在这里耶。其实我们这样搭的口味很怪，因为上面是浓浓的坚果味，然后下面是酸酸的、酸溜溜的话梅。饼皮也有很多款式可以选，我们今天选的就是猪骨力的华夫饼。它的饼干不是只有一般的饼干哦，它还会用巧克力酱涂抹在里面，非常的有诚意。我觉得它的冰淇淋真的比较真材实料，所以融化的非常快。难怪有人说他们家的冰淇淋会吃到后面很狼狈，融化的很快。我跟你说，拿这一支出来啊，路上的行人都会一直看你，相对浮夸了一点点。哦，我吃到一整个话梅，我刚咬。对呀，我刚刚就一直看到话梅
哦，真的不要这样子，真的不要这样子，很恶心。好脆哦，好真材实料的开心果哦。但我觉得搭话梅有点怪，可能比较适合2个分开啦，一人一球刚刚好。我自己很喜欢开心果，开心果味好浓郁哦，好好吃。它的饼干很好吃哎，是巧克力口味的华夫饼，咬下去还脆脆的。我好爱它的开心果口味，来你们就开心果点起来，又或者是点它另外一个招牌，它栗子口味的，好像也是非常热门的人气精选。如果你们想要吃双擎口味的，也可以点它的软雪糕，它的软雪糕看起来也非常的厉害，好好吃哦。从街市走过来大概6、7分钟，我们就到了铁路博物馆，也就是我后面这一栋建筑物。这个铁路博物馆呢，它前身其实是大埔区火车站，目前已经没有作为火车站使用了。里面现在呢设置了一些旧时代的列车，提供给游客做拍照。我们等一下就进去拍一些美丽的照片吧。在离开大埔区呢，我去了一趟伟成面包店。这间伟成面包店呢，也是大埔那边在地街坊推荐的在地面包店。有看过我上一集的朋友，一定知道我有在香港吃加多纳的布甸包，但是伟成面包店他们家的布甸包不同凡响，人家加多纳的长这样子，他们家的布甸包长这样子，比我脸还大的大颗。价位上面呢，这一颗只要卖22块港币。我记得那时候加多纳这样一颗是15块，它这个22块，CP 值非常的高哎。你如果插上蜡烛啊，它就是生日蛋糕了。你看它的布甸包啊，上面有一层焦糖，好像他们家的布甸包是叫焦糖布雷发包，包体摸起来一样，跟加多纳比较像，是那种法国软发面包的感觉。我觉得等一下吃下去一定会爆浆，因为我目前看啊，它上面就是这样端，吃啦。超好吃的，外面这个法国面包体啊，是吃起来像软发，真的是口感外脆内带劲 Q 劲的软发。里面这个布甸非常有香草鸡蛋的那种香味，一咬下去啊，短一短的，香草味道很浓郁，甜度我觉得算中等，不会到太高。最喜欢就是这上面有一点点焦糖烤过的香气，包体没有到非常厚，反而是里面的布甸一口咬下超厚一层的，这个也是属于一吃可能会没有办法收拾的那一种面包。伟成的布甸包是我外带回来啊，外层这个还是一样酥脆耶，不会到你带回来之后就软软烂烂的被布甸浸湿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酥脆的不得了。它的布甸已经是有点液态到你可以这样子吸了，真的会一口接一口哎，一直吮，因为它在咀嚼上面不会让面包体很干，它的布甸会帮法包带来一个湿润感，你就不会觉得吃法包好像会刮嘴啊，或者是会觉得很干，完全不会，它们两个融合的刚刚好。如果你们以为我在伟成只买了一个布甸包，你们就太小看我了。在伟成我还买了一个他们最近非常火红的开心果酥。这个开心果酥呢，也是我的香港朋友跟我说，最近在香港面包店好像很喜欢用开心果入他们的面包，各种面包产品。我就想说，这个看起来超漂亮，感觉超好吃的。开心果酥呢，它长得有点像是我们最近非常火红的千层吐司，一层一层的，外表有点像是丹麦的酥皮这种，有点脆度的，上面就微微看得到开心果酱跟开心果颗粒本人。我这一颗呢，好像烤得稍微焦一点点，它里面好像是有涂一些开心果酱的感觉，里面一样是有开心果颗粒，上面可能有抹一层焦糖。感觉起来是那种糖烤焦的一种香气，不
得不说这个开心果酥，它的油量真的爆表。你们看它下面，我一口咬下去的时候渗油，它很像牛角面包，很油的牛角面包，比较适合你拿回去在气炸锅炸一炸。那对游客来说就没有那么方便。这一颗开心果酥，我觉得我有一点点踩雷，因为它的开心果味道真的要吃到中间有酱的地方才会比较浓郁，然后外面就是牛角面包，没有用气炸锅烤过，它会稍微有点油，有点黏，这样子整手都是油，咬下去油会直接从那面包体渗出。巨无霸布甸包超级推荐，开心果酥呢就有气炸锅你再买好不好？游客我觉得还好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大埔墟美食一日游，这次终于来挑战非市区的香港了，很地道的街市，我超级尬意了。我要带着这颗巨大的布甸包，开心的回饭店喽。那一颗你真的可以吃到回台湾的。之后如果想看我们去香港的哪一区走走吃吃，欢迎留言区告诉我们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像是熟食中心这里啦。上来之后，我看到我的华嘟嘟没开，为什么？星期二到星期五。但是6日啊 ，Why？ 12点啊 ，Why？